们要讲另外一个在 Airbus application 上的应用 class 这个动作。开始讲 class 之前，我们大家讲一下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几种类型的学习。根据你的 Y 的那个可得性，我们可以归类成3种学习的类型。第一个叫做监督式学习，也就是 supervised learning； 一个是非监督式学习，也就是 unsupervised learning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半监督式学习，也就是 semi-supervised learning。这边的分类方法其实就是看你的 Y 的可得性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接下来讲几个例子，你就会比较清楚这3个分类的定义是怎么进行的。基本上 supervised learning 其实就是说你们 X 都有相对应它的 Y。可以给你参考，左边这个天气的资料有天气的概况、温度、湿度之类的东西。Y 就是什么？比赛有没有举行？右边这是一个房价的资料 ，X 里面有一些房价的基本资料，比如说犯罪率的一些特征。Y 是房价的中位数，这份房价就是它的 label。像这种每一笔资料 X 都有相对应它的 Y， 我们叫做监督式学习。非监督式学习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你的 X 里面没有 Y。也就是说，他没有给你他相对应要的任务的答案。例如，我给你这个资料，但是我没有给你这个比较没有举。也就是说，只给你 X， 没有给你 Y。那这时候你一定会觉得，那这边没有 Y， 那我们怎么做学习？基本上在做非监督式学习任务，通常都是比较属于做分群啊，或者是做异常侦测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技巧，因为你可能不会有 label。其实我们刚刚有讲过非监督式学习的方法，就我们有个单元 data manipulation 里面讲的 PCA，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监督式学习。这个大家回想一下 PCA 的单元 ，OK， 我们讲到说，我们希望投影到低纬度之后，使得资料上的越开越好。它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没有用到资料的 Y 的，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非监督的学习的方法。所以呢，这些没有用到 Y 的，我们都把它通常做非监督的学习。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比较特别，就是说部分的资料有 Y， 部分的资料没有。它的目的其实很单纯，其实就是想要利用那些没有 label 的资料来做更有效的利用。也就是说，想要把这些没有 label 的资料做更加的利用，然后让它可以有更好的 performance。通常的做法都是利用有 label 去标没有 label， 当然这些没有标 label， 它的可靠度可能没有原本有 label 那么高，所以这边还要做一些适当的筛选。那基本上它的概念其实就是你们资料里面有 label 没有 label， 然后做一个统合，这样子就是利用有 label 的资料去标没有 label， 增加我 label 的数目，最后再做一个学习模型这样。那它背后伴随其就是你的资料是 semi-supervised 的形式，也就是说部分有部分没有 label 这样子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就是看你的 Y 的可得性。如果每笔资料它都有 label， 那你就是 supervised learning； 都没有 label 就是 unsupervised learning。那如果你是部分有部分没有，那就是 semi-supervised learning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clustering 其实就是 unsupervised learning 的方法。OK，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给你 label。什么叫 clustering 呢？它是一个非监督式的学习的方法。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它的目的其实很单纯。假设你有 n 笔资料分成 K 的群，以现在这个例子，比如说这边有 n 笔资料，白色这些点，那我不知道它的 label 嘛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它怎么分会比较好。如果我没有，当然我就看 label 来分就好了。在这种没有 label 之下，你想要把这些资料分成3个群，也就是3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3个群聚，用眼睛来看，你可能想要分这3个群，右边是一群，上面是一群，下面这一群，这是我们眼睛可以看的。分群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，他想要把左边这些完全没有 label 的资料，然后想要把它变成3个或者是 A 个群落这样子。那这些就是在没有 label 的情况下去进行的。讲完那个 classing 基本的概念之后，或者它的定义或者它的目的之后，那我们开始要介绍2个 classing 的方法。第一个是 K-means， 那 K-means 它其实它的目的其实蛮直觉的，其实就是它想要造出一个群聚，这个群聚里面的每个 instance 对于它的群中心是越靠近越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分完群之后，希望每个点到它群中心的距离是最短的。这个想法其实可以分明成最佳化的问题。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这个符号 ，X 就是 data instance， 就是我的资料 ，Si 其实就是我第几个群的符号 ，Mu_i 其实就是 Si 这个群里面的群中心的值。所以这个左边这个最佳化问题，也就是最小值问题，其实就是说我希望每笔资料距离它的群中心是越小越好的。那这个其实很难算，因为你要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。比如说有 K 个群，那你每个资料都要用 K 个群的去做判断。假设它是在第一个群，在第二个群，那这样其实是一个 NPR 的问题。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是解不动的。OK， 如果当你资料笔数很大的时候，你是无法解决这个最佳化问题。问题来了，那怎么解决这个最佳化问题？在那个做资料分析的时候呢，通常这种我们没办法解的问题，我们都会有一些措施。第一个就是做一些基本的假设，让问题变得简单一点点。另外一个就是找逼近解，这个逼近解可能不是最佳解，但是可能是很靠近最佳解的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种逼近解的解法，我们叫做
EM style 的那个 algorithm。我们先讲这个它的概念怎么做，然后再讲它的实际的做法。基本上这是我们一开始拿到的资料，我们没有 label， 然后这些资料散布在一个二维的空间上面去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可能随机取2个点，这2个点可能是来自于 data 这个 dataset 本身，也可能来自于虚拟的点。选择这2个点，一开始把它当做这个 dataset 的群中心。假设我们这边是要分2个群就好了，所以我们一开始选择了2个资料点当做这2个群的群中心，当做起始的群中心。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动作呢？我们接下来做的动作就是把它每个群的成员给确定出来。那怎么确定每个成员呢？也就是说，谁比较靠近这个群中心，谁就是这个群的成员。像这边蓝色的点，其实就是靠近比较蓝色这个群中心的点。红色的点其实就是比较靠近红色群中心这个点，这样就是 assign 它的成员。注意 assign 成员完之后呢，成员确定了嘛，它的群中心就会改变，因为我们这边成员改变了嘛，所以我群中心就会改变，所以我会算出新的群中心。右下角这个图，红色叉叉跟蓝色叉叉其实就是新的群中心。有了新的群中心，就会有新的成员。新的成员其实就是靠蓝色叉叉比较近，或者是红色叉叉比较近，比较靠近的就是它的成员。所以你看这个 dataset 在重新 assign 它的群中心之后，它的成员又会改变。成员改变之后，群中心又会改变。看这边是改变后的成员，那它的群中心又会改变。这个动作一直做到怎么样？你的群中心不会改变，或者是你的成员不会改变，那它的 algorithm 就终止了。OK， 那就这样就是它的一个必进解的方法。那注意这个解不见得会是最佳解，有可能是局部解。不过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属于简单的做法，也就是逼近解的做法，所以我们有让它有收敛到局部解，我们就 OK 了这样。所以整个动作就分成2个部分，一个是 assignment， 一个是 update。assignment 就是成员重新分配，分配完成员之后呢，再去做群中心的更新这样子。这边有几个要注意一下，就是 static criterion 就是你的群中心不会变，或者是你的成员不会变。那 initial 的 class mean 呢，你可以 random 从 data 里面去选。或者是虚拟的点都可以。那基本上我们的习惯是从 random 从资料里面去选。那注意，它可能会是一个 local minima solution， 不是一个 optimal 的 solution。如果你不放心，你可以多做几次，在这几次里面找出比较好的解也可以，这是另外一种做法。OK， 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 local solution 就是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范例，这边是我自己人造的 dataset， 我一样是用那个 scikit-learn 里面的 dataset， 然后我造出这是有3个群的 dataset 出来。当然我这边没有 label， 因为我只是造了一个这样的 dataset 出来是2维的。那我接下来就想要对这个资料做 classing 的动作，那很明显可以发觉，大家可以把它分成这3群了。那我们现在只是要 demo 说，K-means 这个方法是不是能够真的把它分成3群？好，那我们一样用 scikit-learn 这个 package 里面有 class 点 K-means， 那里面有一些参数，你要几个 class， 像我这边是用3个。那 initial 是用 random， 也就是说从 data 里面 random 去选。那这 random 它有 random state， 我这边用固定用0。那我这样就可以把这个 K-means object 给造出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只要怎么样把我的 x， 也就是我 data fit 到这个 dataset 里面去，那我就可以做 K-means 的动作。这边的 K-means 点 label 底线期就是它做完 K-means 之后，它的那个群聚的成员的分布，根据这个它分完群之后的那个 labels。我把它做那个画图的动作，也就是把每一个不同的 label 画不同的颜色。OK， 那你会发觉画出来就是下面这张图的样子。它分群分的效果还不错，因为本身这个 dataset 算是还蛮好做分群的一个 dataset， 所以你看分出来就还蛮符合我们的直觉的。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教你怎么使用 classing 在你的 dataset 上面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没有用到 y 的 label， 虽然我刚刚在造的时候它有 y 出来，可是我这边都没有用到 y 的 label， 所以它是一个非监督式的学习方法。讲完了第一个 K-means 的方法，我们再讲第2个 classing 方法，叫做 hierarchical 的 classing 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有点像是 data 之间慢慢 aggregate 出来的一个，就是慢慢群聚出来的一个方法。OK， 那这个方法需要去定义每个资料点之间的距离。OK， 那我这边7笔资料这样子。OK， 那这个7笔资料有10个维度，10个维度，它每面的 feature 都是0或1这样，这是它的算距离的 table。这边是记录的是一个所有资料点彼此之间的距离，因为距离是对称的嘛，所以我其实需要用到的其实就是想要左下角这一块就好了，右上角其实是对称的。OK， 那有了这个距离之后，hierarchical classing 其实想要造出右上角所谓的 dendrogram 的图，也就是这个有点像竞赛图这种的那个图，怎么利用这个图做 classing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重点。我们现在看一下
这个图怎么建造。基本上在做这种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两个点慢慢合并起来那种感觉。OK， 有点像是我们过去玩那个水银的时候，水银是不是它有凝聚性嘛？你把两个水银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它就会连在一起。一开始可能好几颗水银，然后你慢慢聚起来就变一大坨这样。那我们这个概念跟这个非常的类似。那我们这边其实就是想要利用这个相似度的关系来把刚刚那个 clustering tree 给造出来。概念很简单，就是想要把最靠近的两个资料先连接在一起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料表，这个资料表是记录每个点之间的距离。那我们看一下观察这个资料表，里面有个 0.2， 这 0.2 其实就是最小的值。那这 0.2 其实就是 B 跟 F 的距离，所以这7笔资料里面距离最短的其实就是 B 跟 F 这两个点。OK， 所以按照这个概念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给画部分出来了。B 跟 F 比较靠近嘛，所以就把它连接起来。OK， 那注意这边的纵轴其实就是我的距离。OK， 也就到 0.2 的时候，它们是连接起来的，因为它们距离是 0.2。OK， 看一下，所以我们开始就可以把这个图慢慢造出来了，就像这边一样。OK， 好，来，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咯，我现在 B 跟 F 它是一起的嘛，因为它距离最短嘛，所以如果我要把东西聚集在一起的话，这两个应该是最先聚集在一起。好，那问题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点聚集在一起之后，它们的资料的那个之间的关系。来注意一下，这边大家看一下哦。除了 B 跟 F 之外，其他的资料点距离不会改变嘛 ？OK， 跟刚刚一样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 A 跟 BF 的距离怎么算？因为跟刚刚不太一样，跟刚刚的距离是什么？两个点之间嘛。可是这边有点不太，这边 B 跟 F 结合在一起了嘛？那 A 跟 BF 的距离怎么算？或者是 C 跟 B 的距离怎么算 ？OK， 因为现在不是单点对单点，而是一个点对一个群去算距离。这时候距离的算法就有很多种。OK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定义，一个点跟一个群怎么算距离这件事情。海关有 cluster 里面有几个简单的距离的算法，分别是 single linkage、complete linkage 跟 average linkage 这几个距离的算法。那 single linkage 也很简单，其实就是说它们两个群之间最短的距离当作是它们的距离。那 complete linkage 也就是说这两个群里面彼此之间最长的距离当作它们的距离。average linkage 它的距离的方法其实就是所有两之间的距离的平均就是我的距离。当我们在计算群跟群之间的距离的时候呢，这时候通常会用这几个距离的算法 ：single linkage、complete linkage 跟 average linkage。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上面去，我们刚刚有讲说，那我们这边怎么算距离？好，假设我们这边使用的是 complete linkage， 也就是说两个群之间最长的距离是当做它的那个群跟群之间的距离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开始来看一下 A 到 BF 的距离怎么算。A 到 B 的距离是 0.5，A 到 F 的距离是 0.625， 所以 0.25 距离比较长嘛，所以呢，我 A 到 BF 的距离就是 0.625。OK， 好，那一样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，C 到 BF， 那 C 到 BF 有两个距离要算嘛，一个是 CB 跟 CF， 那 CB 的距离是 0.7143， 那 CF 的距离是 0.6667， 那这两个距离 0.7143 比较长，所以我就用 0.7143 的距离当做 C 到 BF 的距离，所以以此类推，我就可以把这个距离重新算一下了。OK， 这就是更新后的距离，也就是说，我这边的距离考虑的是群跟群之间的距离。依照这个逻辑，我们就可以考虑说，那这边所有的候选人谁跟谁的距离最短，我就把它当做再继续把它连接起来嘛。OK， 所以整个过程就由这边的几个表格来看。OK， 像这是第一步嘛，取了第一个，这没问题，我刚刚讲过了。那第二步 B 跟 F 结合在一起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再找这个里面最小的那个距离，然后它应该是 A 跟 E 这两个距离，因为 A 跟 E 的距离是 0.25， 就把这两个连接起来。它在 0.25 的时候连接起来。那 A 跟 E 连接起来呢，我的距离要更新了嘛？你看我这边 A 跟 E 一组 ，B 跟 BF 一组 ，OK， 所以我这边距离又重新算了。再从这个重新算的这个 pairwise 的距离里面再找出最小的，那最小看起来是 C 跟 G， 所以我就 C 跟 G 又结合在一起。好，那我再继续这样算，这边有 A1、BF、CG 这三组嘛，这三组的距离一样是用 complete linkage 来算。那我发觉 A1 跟 CG 这一组是最近的，所以我就把这两个又连接起来，画成中间最左边那个图的样子。以此类推，我就可以把最短的连接起来，最短连接起来就可以连接成右边那个图的样子。最右下那个图其实就是我
资料之间的关系图了。纵轴就是它的相似度，相似度越高，它们就越来越结合在一起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说，那我怎么决定它的 clustering 的数目？很简单，比如说你想要分7群，那你就找到一个 cut point， 我这红色线就可以把7个焦点嘛，这7个焦点就是它的分群的结果。那如果你想要分成3个群或者是5个群，像这边是5个群，这边就是5个群的结果。OK， 那我这边就找一个 cut point， 它可以产生5个焦点的。那这5个焦点里面就会有5个群的结果，像这边就是 VF 一组 ，A 一组，然后 C、G、D 自己各一组，这边就5个群。假设你要分成3个群，那你就这样再找个有3个焦点的把它卡出来。像这边就分成3群 ，VF 一群，然后呢 A、E、C、G 一群，然后 D 自己一群。OK， 以此类推，你就可以把它做分群的动作。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把 clustering tree 给造出来，那你要分几个群，就看你的那个 threshold 设在哪里，就可以自动分成它几个群这样子。好，那讲完了那个概念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程式怎么去运行这件事情。这边一样，我产生的点跟刚刚一样，跟那个 K-means 的那个 data 一样是这3个群。我们看一下 hierarchical 的 clustering 可不可以做到一样的类似的效果。好，那我这边跟刚刚类似，很明显可以分3群的 data set。那我这边用的是那个 linkage， 就是用那个 complete linkage。跟我刚刚在投影片上面的那一个范例是用同样的 linkage 的。OK， 那我这边的 cluster 用3群，用法跟刚刚非常类似，只是这边我呼叫不同的函数，我呼叫是另外一个做 clustering 的函数，也就是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的函数。OK， 一样做 fit， 然后把它的 label 给取出来。那你会觉得效果也不错哦，跟刚刚的 K-means 很像，因为这个 data 比较简单，所以这边主要是让大家做一个 demo， 让大家知道，这个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怎么使用，